700块一晚能住上私家温泉别墅。我们在清远找到了这么一家宝藏民宿，每间客房配有私人的院子，还有一个专属你的温泉池。你在房间里换好衣服，直接走进去就可以泡。除此之外，这民宿还提供一大片露营跟游乐的空间，还可以亲手喂小羊。湖中泡茶，砍甘蔗吃。夜晚还有围炉煮茶的活动。这次订的是每晚700多的望山房型，房间加庭院大概有70平，配备了一个凉亭和半露天的温泉池，亭子当中有茶具让你泡茶。庭院的四周有植物围起来，完全不用担心旁人打扰，边泡温泉边看着风吹过竹林，旁边还有鸟叫，是不是很爽？一般泡完温泉之后会口渴，这里很贴心地准备上了一副功夫茶具，泡完温泉喝一杯刚泡好的茶，简直太舒服了。民宿离市区比较远，但酒店里有家农家菜，所以中午饭就在这里面吃了。除了各种不同做法的清远鸡以外，还有鹅肠、猪杂、铁板牛肉等等菜式。我们因为之前在清远吃撑了，所以想吃一点清淡的开胃的。店员推荐了鲜笋炒腩肉，我们还特地吩咐厨房加了微辣。大家看这卖相还是挺诱人的，笋选的是这种非常细的嫩笋，还配以辣椒还有腩肉。笋看着非常的嫩，吃起来更是爽脆，完全没有渣。腩肉在这里就是个陪衬的作用，给这个菜增加肉香。因为笋很鲜，所以调味就比较清淡，空口吃都可以。我们在等上主食的时候，就已经忍不住吃了不少了。主食叫的是炒米粉，还要了老干妈，打算配着米粉吃。米粉炒的水准还是挺不错的，米粉有嚼劲，丝丝分明，而且油放得刚刚好，没有说吃完满嘴油的感觉。加上老干妈，这米粉就更香了。吃完饭就看到有小猫咪在打盹儿，我们作为吃玩博主可不打盹儿，在周围逛逛吧。这里有一片很大的草地，就像跟野外露营一样。想象你坐在帐篷底下，吹着凉风，喝着小酒，把上班上学的烦恼都抛在脑后，是不是感觉生活还是很惬意的？至少要比这河里的鱼要好多了。都市人还是时不时要多到大自然走走，不然天天在生活的重压下喘不过来气。这个民宿会举办不少有意思的活动，比如说这里可以体验泥地插秧，还有喂羊、喂鹅的活动。看着鹅中气那么足，这应该不是兔子吧，是小鸭鸭。好了，到了喂鹅环节了。这里有几只大鹅特别的凶，每次我们想给小鸭鸭喂草，几只大鹅就会把草给抢过去。还有这种特别卷的羊，一副饥渴的样子。这还有一个还能出啊！我天，这只小羊就很机智，
知道钻出来以后就没有人跟他抢了，在外面安心等着草喂到嘴边。你看他一脸淡定的样子，就知道这是一只饭来张口的羊。细嚼慢咽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优雅。对啊。与此相对呢，这饥渴羊的吃相就狼狈一些。你看这眼睛瞪得多大！这湖中间还有这种小亭子，非常有古代文人的意境。哇，这里面还有茶具让你泡茶，感觉这个民宿到处都是泡茶的地方。遇到美景就应该放慢脚步，喝口茶，再慢慢享受风景，这就像是活在画里一样。下一个活动是砍甘蔗。这个民宿有一片菜田，里面除了甘蔗，还种了小草莓、桑葚等等。如果不同季节来，还可以采摘不同的水果。我们去的是4月份，草莓和桑葚都没长大，就只能砍下甘蔗玩一玩了。这甘蔗还是不太容易砍的。你看人家讲究的就是一个果断。一杯够不够啊？一杯够不够啊？接下来拿着我们砍下来的甘蔗，交给附近的工作人员，会帮我们把甘蔗的皮削了。我们砍的甘蔗有2种，一种是黑皮的，另一种是白皮的。当地人说这种黑皮的，比较甜，就适合空口啃着吃。另外一种白皮的甘蔗水比较多，就适合榨汁儿。它这边有一个专门的榨汁机器，会榨一大扎给你。最后盛了2小杯。真是非常的甘甜，说实话我觉得有点过甜了，不可能一口气全喝完，要小口小口的喝。好了，我们回来发现温泉水已经准备好了。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是一边泡温泉一边啃甘蔗，简直不要太美哉！这样的待遇估计也只有这种私家温泉能享受到了。泡完温泉，开水也煮好了，泡一壶茶喝一喝。茶叶也是酒店提供的，不过如果对茶叶比较挑剔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带。我们其实不太懂茶，但觉得他家的红茶也不错。有文学功底的朋友可以在此吟诗一首。
顺便说一下，水果也是酒店提供的，我们入住1晚就给了这些水果。泡完温泉，躺在床上看看电视。晚饭时间，我们决定出去探索一下，搜到附近有不少农家菜，大概走个20分钟，见到有一家叫丰裕农庄的餐厅。这家餐厅的特色是脆皮烧鸡，但是只能按1整只点起，所以我们俩人就没这个福气了。叫店员推荐个菜，他就推荐了酸菜炒鸡杂，说是比较解腻清口的。然后我们又点了一个鹅煲，也算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菜吧。那个鸡杂上来了，看着是不是非常的诱人？那个酸菜是非常的爽口。那鸡杂呢，就是内容很丰富，我感觉是这有肝儿吧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哎呀，糟了，我只认识一个肝儿，但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，还有鸡肠呀、鸡心呀这些的，而且分量特别大。然后叫了一盘上汤野菜，说这个野菜是有降火的功效。我们之前在清远玩，吃了太多上火的大鱼大肉呀，所以正好来点降火的野菜。然后接下来上桌的就是鹅煲，应该是酱烧的，比较的重口。鹅肉呢肥瘦相宜，吃起来比较的香。看我们胃口还是不错啊，最后这一桌子菜几乎都吃掉了。这顿饭本来加在一起是140，但老板觉得不吉利，所以最后就收了138，希望大家一起发财。吃完饭回到酒店，就晚上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，KTV， 还有围炉煮茶，大概有3、4个桌子。如果是旺季呢，就需要早点来抢。但我们去的时候是淡季，所以到了那儿呢也没有人，火炉都已经烧上了，茶已经烧热了，我们就在这小喝一下吧。听说在夏天呢，这边还有烟火晚会。第2天中午呢，我们又选择在酒店的农家菜吃，这次要2个不一样的菜。这个是紫苏炒山坑螺，它这个螺肉洗得蛮干净的，没有什么沙。用牙签一提就出来了，你只要不吃最后那一段，就其实都还挺好的。而且这个螺好多呀，我觉得吃到后面我都累了，但是还有好多。然后这个是叫肉末炒九龙豆腐，这个豆腐本身很嫩，
然后它调味上呢，可能加了点酸菜，所以就比较开胃。我们就点了这2道菜，不想浪费。最后呢，也差不多把这2道菜都吃完了。这家餐厅做的还是蛮好吃的。住这么一晚温泉酒店要比万豪舒服多了。我会把酒店的信息写在视频的信息栏，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